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会祷告，上帝啊，你把他带回来啊，上帝啊，让他信耶稣啊，让他怎么样啊，这样。可是我们很少为自己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他真的回来那天，我会说什么话？我会把他骂一顿，还是我真的能够不说？这个时候我若能够闭口不言，那就是我的智慧。美乐的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的家庭。我们今天要继续讲 parenting 这个 topic， 但是我想要来聊我们家现在比较 relevant 的 topic， 就是 parenting adult children， 就是对于当你的孩子已经是成人了，你要怎么对待他们，跟小朋友就不太一样。当你的孩子还是小朋友，你怎么养育他，跟今天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像我自己30几岁了，弟弟今年也就30岁了，有区别吗？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其实我也好奇，有哪些方面作为父母亲其实是一样的，一辈子都会是一样的，但是有哪些方面是要调整的，因为年龄就是不一样了。那你们有没有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的确啦，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父母的心态的改变啦，就是父母亲真的要能够认识到说孩子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小孩子，然后怎么样来跟他们对话然后一种互相的尊重，然后也要面对这个事实，就是说这孩子他是一个成年人了，其实不是30岁了，是应该讲18岁之后吧That's my question though， 所以这个是在18岁之后的事情吗？还是会不会有可能？因为其实我感觉在不一样的文化就是不太一样。像 for example 犹太人，他们这个年龄坎是更低，12、13岁，就 maybe once you hit puberty， 其实就已经是像要长大了。女生你一旦已经经过那个 your body changes once you're able to get pregnant， 的确 you're pretty much an adult。 女生是你能够怀孕，就是你的那个经期来了以后，你就是能够有受孕了。男生是你能够让别人受孕了。那个圣经里面其实或者是讲犹太人，他们是说这个就叫做你要过一个叫成年礼，你过了成年之后，你就是当大人了。这个很特别因为西方社会他们还有一个东西叫 teenager， 就是 teen 就是从哪里There's also preteen， 他们叫做 13 到 19， 13岁到19岁叫 teenage。 那 teenager 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是小孩也不是大人， in between， 所以这个 in between 这个东西就很 confuse。 所以一个13岁到19岁的孩子，如果他知法犯法，事实上他会造成社会很大的问题，因为社会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他的犯罪，所以又不能够用成年的那个。所以我在讲说不是只是社会，家里面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看待孩子，就是到底他要不要用这种就是说对待他像个大人。可是圣经里面只有讲你是either你是小孩你就要听话，不然你就是大人，你就要负责任。其实 difference is 责任，是不是？因为其实你真的到了一个年龄，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可能就要开始负这个责任了。对，你要为你的行为要负责任。那我是觉得啦，作为父母，我们今天就讲回到父母好了。我们怎么看孩子这个孩子我能不能用一个就是说把他当作是个大人在对待他，让他要学习负责任。所以这个是12岁以后还是18岁19岁以后？对，我觉得我也很感谢神，因为你是在几岁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你19岁吧，9岁10岁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我跟妈妈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不要把你们就当作 teenager， 你们可以胡作非为任性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管教你们，我们就会跟你讲说你们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这样子。其实这个也是个过程我们也在学啦
那在欧美的话，因为我们是在美国教养孩子嘛，其实美国人，因为虽然我们是从台湾出去的哈，其实像我的同学，他们的理念都是说，我们有责任要让孩子念完大学，念到研究所，那个好像就是孩子永远都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其实我很早我就已经也跟你们讲，我也跟张伟在沟通啊，就是说孩子到了15岁、18岁以后，他们就要学习更独立了啦。应该是说你这个想法比较美国 ，it's more American， 对因为 American is like 你18岁你就出家，你就 leave the house 对，出去了。It's not my business， 不是出家哦，不是出家，出家有另外一个意思，离开家。就毕业了 ，OK， now it's your life。对，这比较是 American， 但是的确就是华人比较会希望，你要去读什么大学，爸妈也要管，然后你后来要拿什么工作，我也要管，然后什么什么，或者甚至你要选什么样的配偶，我也要管。就这比较是华人会有的。一直都父母亲一直都在介入孩子的很多的决定，甚至他的兴趣。他想学的或者他的交往啊等等等等，都父母亲好像一直都觉得说，我养你这么大，当然我有权利，还不是责任，我有权利来决定很多事情。那妈妈呢？你的想法呢？我觉得东西方的这个教养孩子的观念啊，我觉得是应该要中和一点。好，我没有觉得说孩子过了 teenager， 然后甚至以色列人成年礼更小，对啊，他的12岁就已经成年了。对啊，好，我是觉得要 in between， 因为我觉得讲究的是我自己里面啊，我觉得 parenting 最重要的是一个关系。好像也不是一个仪式，好像也不是一个年龄就可以决定这个孩子成熟或不成熟，或他能不能够负责任。我觉得都不是这样子看。如果我们都是只是用一个年龄一个仪式来决定这个孩子，他好了就把他踢出去，他可以成长了，他可以负责任，但他就是他的性格或者是他就还没有到，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要 parenting 他一下，带着他一下，因为他也许就比较晚熟，他也许就是考虑的就是比较多，他的性格就是 not sociable whatever， 很多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因人而异。所以对我来讲 parenting 我觉得是看着孩子的不同这个设定的年龄我觉得是非常有弹性。是，但是今天我们讲到 adult children， 那 OK， 那就讲说今天你的孩子是小小的，他可能还是比较不是内疚，就是比较害怕胆小。那你要怎么带一个小孩子可以学习去面对人啊或者挑战啊，这是一回事。但今天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你还能够去管的那么多吗？或者其实在这个时候父母亲，因为我相信不是只是孩子可能他有这个的挑战，他可能挑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父母亲你要怎么去面对或者去看这些事情，就是当你孩子还是你有很多你觉得我很想帮上忙，或者我孩子有很多的问题，不管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品格或者是他人际关系或者他工作，还是有那么多我不满意的，但他不是孩子了，那你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或者你们会怎么去建议？爸爸要不要先讲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是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是帮助孩子但不是主导孩子。 What's the difference？ 我觉得主导好像是说我在前面，我带领你你们就跟着我这样。那我觉得如果只是说辅导引导，那你自己做决定，但是我在旁边，我帮着你，就 support 你的 decision， 我 support 你，但是这 decision 是他自己做的，但是是他的，对，对，我想我跟爸爸的观点大概都是这样，我们也常常讲，真的要放手、放心也放下
哈。但我觉得两代中间，我觉得一个不太一样的价值观吧，哈，或者是 parenting。我觉得为什么中西方的这个教养要稍微要有点互相的要往中间靠一点哈，因为我觉得在西方的教养的当中哈，很多的时候就好像就 let go 孩子，好，然后孩子也觉得哎呦爸爸妈妈就是不值得再听了，反正我要闯出我自己的名堂 all by myself。好，我觉得西方好像比较会有这样子的 independent， 就是非常独立的思想，为自己建立一片天。就是都靠我自己啦。哈，反正爸妈也到18岁了，超了都出去了，孩子也觉得那我也走了，反正我们就都 independent 啦。对，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东方的这个教养里面，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说这个老一代这个吃过的盐走过的路这个下一代你们可以可以了解，我们还是有一些经验。好，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谦卑的心，能够了解父母亲真的走过的这些路，那我可以稍微观察，我也能够了解一点，其实会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真的会走得比较好一点，错误的路少走一点，其实是真的是有可能的。好，那我们老一代的不能够就说你一定要跟着我，但是就像爸爸讲的，如果说我们可以愿意提供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手中。好，那这种磨合就会好。那我觉得还有就是孩子们也不要说就是说我就是要完全靠我自己的想法一定都是完全是对的。我觉得这种也就是说都没有去尊重爸爸妈妈他们有的一些建议或一些想法，那就在这个地方就忽然就是 No you're too old you're too old 这个 too old 的思想too old generation 我就不要 follow 你。我觉得这种的就也是我就觉得很可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我们需要的是被尊荣，是去看到那但是呢我说就年轻这世代来讲，但我们这个世代看我们的孩子也要觉得说我是真的愿意帮助你，但是呢真的脚的路还是都是在你的手上。好，你要走要跑，孩子们我们就永远在旁边鼓励你但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一定也还是会没有任何的吝啬的没有任何的想法害怕的，就是希望是你能够 honor 能够传承到这样。我是这样子想的啦。对I think 你讲的 everything is there's nothing particularly wrong with it. It's just I think it's twofold. One of them is it's mutual, right? 就是你希望下一代尊荣你们，但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也真的需要被尊荣。就是如果因为这也是个榜样嘛，如果他没有看到父母亲尊荣他的上一代，或者是尊荣下一代，孩子也不会学习这个尊荣的一个过程，非常重要。如果孩子也常常感觉到父母亲就是不尊重他的想法，都不听他的，那干嘛我要听你的？It's not mutual, you know what I mean? That's number one. 所以我觉得 it's mutual. 因为父母亲其实你怎么对待你的孩子，他也就是在学你这个榜样，他也会 learn. Like for example, 有一些父母亲他很会就是彼此道歉或者很感恩。这个孩子因为他在这种环境里面，你会知道，这孩子很有礼貌，就是因为他看到他父母亲常常就是会这样子。You can tell 一个孩子他就是会学他父母亲。So 我觉得 it's。Yeah, mutual. And then number two, 其实我觉得is really hard. 就是你就是要说孩子你就是 just believe me 就是照着我的话说 because you won't regret it. 其实很多东西孩子就是还是要自己走过来。
很多的是错误真的是他还是要自己去犯，他才会往回头看去感恩。其实我父母亲是很有智慧的，我早就应该先听他们的，或者他们从小小的事情上先去体验，先去犯错，他就会学到这个功课。但是如果从连小的东西父母亲都不让孩子学习去做错、去犯错，或者去学习去体验，他到最后很大的事情来了，他真的就是跌了一个大跤，那时候就太晚了，就挽回不了，因为孩子总是有一天他还是要做自己的决定。是所以我觉得 it's very hard to say 父母亲从一早就要强迫孩子就是 just trust me, just respect me, just obey me, especially 就是他们是大人的时候，就是他还是要自己去体验 a lot of things. I mean 就是你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是 right? 真的，都还是要自己去体验。对 Yeah. 那我觉得就是双方，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关系 Yeah. 真的大家双方在关系上面去运作用尊荣彼此互相对待，真的就像圣经上面讲，我觉得我们大家就能够互相的观摩，也互相的学习，我觉得这是最美的。像我觉得在教养或者是跟这个成人的孩子们一起住一起生活，我觉得最主要的真的是互相学习。像我就从 Melody 身上也学习到怎么去看年轻人年轻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那我也觉得我就在这个当中其实看到了更多的我这个时代或我已经有的想法的里面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就增加我的这个视野跟见识。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宝贵所以我觉得两代要一起同行，我觉得互相观摩，互相学习，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放弃。因为我就常常听到有些家长就会很灰心嘛，因为就是很难啦都已经长大了，有时候有不听，有不 appreciate 那就是父母亲就很寒心就我养你这么大你都不听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忽略到就说这个关系其实是要一直培养的然后就是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那如果关系真的已经卡到了，好像就是真的就是走不下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方愿意真的放得下来愿意再用尊荣和爱去对待不是去解决事情。真的就相信一旦我们放手放心，用尊荣用爱来对待，神接手会做得更好，要有这样的信心。我最近碰到一个父亲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的孩子准备出国去念书但是呢他要念的科系是这个爸爸不同意的然后就为了这个事情就争吵争吵到一个地步，孩子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出去了，我反正就是关系就已经开始决裂，反而是因为他念的科系不是爸爸 agree 的。 OK， 那其实我就在思考啦，就是说圣经里面耶稣讲的故事，就是路加15章那个有一个父亲，他有2个孩子那一个是很听话的可能做什么都是爸爸要他做，然后他也都愿意做，然后也做得很好。另外一个是他要去 squander， 就是要去做他想要做的，他去找他的世界。但是这个好像感觉上就是说，好像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说哪一个有成就，反而是说最后这2个孩子其实都是成年的孩子这都不是 teenager 都不是小孩这2个都是成年的。是可是好像感觉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好像他就是说上帝更在乎的是你们的关系 relationship。 最后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爸爸能不能跑去拥抱他，而不是说这个孩子是在一种很大的羞耻感里面不敢回家那今天不在乎他做了些什么事，对他念什么科系，做什么事，有没有成功其实那可能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这个 relationship 最后能不能够恢复
说得好。呀，我觉得我们不要常常在这种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我要你做这个是我为你好，可是我们讲100遍可能都没有用。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说我就放手，那你去做，就算说成功了我也为你高兴，不成功了我也愿意还是接纳你。这个不简单呢。Yeah, instead of being like I told you so 很多这些话就不能说。是吧 Yeah, I wonder because I think if you ask a lot of parents 你问他们你爱不爱你的孩子，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快乐喜乐，我感觉在表面上很多父母亲会说当然啦，我很爱啊，我很希望我孩子很快乐啊，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你却是会再去想再去思考，到底你有没有希望你的孩子真的就是开心快乐，是卡在哪里，这个错误在哪里， where's the 那个盲点在哪里，就是因为孩子就的确就像你说他可以为那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可能对父母亲这事情不小，特别是如果是父母亲在出的钱去读这个学校。But I don't know, 就是 I'm thinking 是不是其实对于很多父母亲他已经错过了这个重点，其实重点就是爱孩子嘛，重点就是让孩子可以长大成熟，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真的这个盲点就是说我们更去在乎别人怎么去看，或者因为我们已经太去在乎我们的面子，或者我们在一个害怕里面，一个贫穷的心态的里面，你觉得呢？会不会这些害怕惧怕其实已经更占领了我们对孩子的爱心？我觉得都有可能我刚刚也是忽然想到，我要讲你刚刚 Melody 刚刚你讲的，我觉得其实都很可能是父母亲心里面的一些反应但也有可能就说这个父亲也许他看到这个孩子，因为他从小看到他的 potential 或他的性格，或者是他什么，他也许有一个特殊的眼光，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如果做什么可能会更好。I don't know 也许这个爸爸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先见或这样子的一个眼光跟看见，但是如果他跟孩子的关系不好，他就也没有办法把他这样子的这么的深思熟虑的远见能够让孩子能够接受。对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关系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种错综复杂的反应。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亲的首先就是要厘清到底我是因为我自己的面子，我的害怕我的一些想法一定要强加在孩子身上，还是我真的是对这个孩子真的有一个超凡的一个眼光跟看见，那我要怎么样 deliver 把传递这么好的一个思想给我的孩子，让他接受。那他如果不接受，那他如果又持续的去做他的事，犯了错失了败，你是不是也能够像爸爸接纳那个小儿子回家一样，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仍然爱他，不管是怎么样我也try了我所有的力量去帮助我的孩子。的确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但是没关系就很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说我能不能够接纳我的孩子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即使他犯错或者他失败，我仍然是爱他的而且我给他犯错的空间，我让他可以从失败中去学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引导的方式是我让你完全不会有失败，一路就是扶持你这样子，都是成功。可是因为这个孩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历，我真的有认识朋友他就是失败后来就自杀了就一次的跌倒。太成功也有这问题，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被拒绝，面对失败，他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已经年纪太大了，他就
呀，一跌倒就是跌得很惨。可是有的人他是从小是在这样的困难啊，这样子一路的失败当中慢慢爬起来，他的根基反而更稳固呀。所以父母亲不能太过度保护孩子。那在这时候，我其实更想要听到是爸爸妈妈，你觉得在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实际上的例子？你觉得或者Vincent， where you know， 就像爸爸说，你有需要放手，或者你可能父母亲有一些期待，然后你们必须要调整，就是以前因为你是小朋友，我可以这样子对待你，但是现在因为你是大人，我可能要用另外一个方式。你们有这样子的故事吗？那个很多嘛，因为像我们家儿子就是他很 free spirit， 他什么都要做嘛。那当然我们从小也带他去教堂啊，去聚会啊什么的哈。可是到他15岁生日那天哦，他跟我讲说：“爸爸，我15岁了，我要去穿耳洞。” yeah. 那我们其实我跟张伟，因为他直接就来告诉我们说：“爸爸，我要去穿耳洞。”他还好，他还来尊重我们，说：“I'm going to do this。” OK， 他心理准备，所以这个是还很好的一件事，因为somehow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跟我们谈的。OK， 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讲嘛，就是说你们不要去学这些世界的东西啊，去穿耳洞啊 tattoo 啊他18岁他跟我们说他要去刺青了但是他刺的甚至是希伯来文，然后是对，那个刺什么呢再说了啊。但是我先讲15岁要穿耳洞这件他说他的生日礼物他的 birthday gift 是他要去穿耳洞，然后他问我们，那我们要做个决定了我们是跟他直接说 no 还是要怎么办 OK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跟他讲很多的真理 OK 圣经上怎么说啊，身体我们中国人也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你不要随便去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这是不管是这个中国人的教导或圣经的教导，可是我们讲是归讲，但是决定是他。我甚至还去网络上去找了很多的文章讲说那个穿耳洞啊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发炎啊，然后你戴的那个东西啊可能你的身体会有排斥啊。后来他就有啊，我就给他，后来他真的后来也有过敏。那 allergic 他后来自己就停了嘛可是也停了一段时间，后来找到那个他不会过敏的。但重点是我可以告诉他什么是我该做的，我该告诉他说怎么样是圣经上教导的，但是听不听还是在你啦，最后决定权是在你那你后来做了我们不喜悦的决定，我们也还是接纳你。所以这就是你跟他讲的。对 You're like, okay, here's some articles, you can read it, but it's up to you. still 那如果做了决定之后，如果你有发炎啊，有什么后果啊，像 tattoo 啊，我有跟他讲，他18岁他跟我讲说，爸爸我要去做 tattoo 了。他都跟你讲。他后来去在这边他做了一些那个希伯来文的好像是什么神掌权还是什么。我后来因为他也不懂希伯来文，他后来给我看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涂的是什么？他说我也不是很知道啊我觉得很酷 OK 那酷就好但是我也有跟他讲，我说其实做 tattoo 会有可能会得 C 型肝炎等等很多一些这种感染不干净，就是你自己要了解，然后所以但是他后来还是因为他觉得很酷，那很酷，我不会因为这个我跟他翻脸，我不会跟他 break up， 我还是就是说 OK that's your decision whose life is it anyway OK 这是你的生命，这是你的决定，这是你的身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感受，但是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刚刚想一个比较特别的了我要讲到我放手放心是我们孩子对我们的态度好其实我按照我这个从小我们的教育的方式跟我们就是自我的认知我在这个态度上呢，
我是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跟要求的，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哈。那但是呢，我就发现我有一个成人的孩子在家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世代已经不一样了，哈，或者他们也已经长大，我不能够再用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要求他们会用什么样特别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我觉得这是我在学习放手放下的东西啊，不是他做了些什么事，但这个光是这个态度，有的时候会抓我的心的时候，我也要学习去放得下来。那我刚刚坐在这边，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有牧养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有一次啊，就是非常伤心哈，气急败坏的跑来找我啊，他说我养了一个儿子，我为他受了文革的这个痛苦啊。那时候在中国大陆，他们文革是真是很可怕的那种家庭的这种分裂啊，很可怕的。然后他说我为了这个孩子，我可以什么罪，我什么样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那我好不容易养大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居然都已经到了美国，然后居然他可以用一个这么恶劣的态度对待为他千辛万苦养育他的妈妈，然后跟他说一些污蔑的话、不尊重的话。他说我不可以忍受我不可以忍受我的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去对待他的妈妈这样。然后后来他就要拿刀要来杀这个儿子，他说我白养你了啊，我们受那么多的苦啊，你居然这样子对待我的太太，你知道他怎么忍受的吗？这样。然后这个孩子后来就要杀两个，这中间要杀起来了后来还是好，两个小孙女在旁边拉着这个爷爷啊，拉着爷爷就这样说，我们不要发生这些事情啊。这个事情后来就这样子吵吵闹闹的就告一个段落。然后这个老先生就一直就耿耿于怀，就是没有办法放得下来啊。就后来一直到有一次这个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儿子呢就带着两个孙女啊，就来这个他的爸爸家啊，跪下来跪下来跟这个爸爸说，爸爸你原谅我啊，我不明白啊，请你原谅我。然后这个爸爸也是后来就儿子道歉嘛，他就后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愿意下来，然后原谅这个孩子就是对他们的一些态度上的一个不尊重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老先生来家里的时候，来我们家的时候就跟我讲这件事。哎呀，我就后来那时候也是，哎呀，觉得说他为什么这么纠结这个老先生干嘛这么纠结于孩子就是态度上的一个态度而已嘛。然后我也在想说，哎呀，这个儿子为什么要这么激烈，要去污蔑真的非常辛苦养大的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两方面是不是都可以有一些调整这样然后后来其实就是很好，后来真的很感谢，我觉得这个老先生也真的就愿意完全原谅他的儿子，也调整他的态度这样不是这么的纠结。我觉得儿子也开始了解父母亲其实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些尊荣跟尊重，倒也不是说真的要养育他们到要帮助养育他的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也都可以自主了嘛，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这个孩子他也开始了解父母亲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态度上的一个尊荣跟感恩所以这个儿子也开始调整，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有一个更好的相处的模式。那我觉得我听到有很多的家庭也是很多的父母亲会纠结在就是孩子很多态度上的问题
好，那孩子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只是按照我的想法就说啊，我就是很直接啦，我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啦。好，那所以我刚刚就是有个忽然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在态度上面，我觉得父母亲可能也都要学习放手啊，因为这个世代孩子已经也不太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看见，他们有他们的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可能比我们那时候都更艰难啊。那我们的孩子也可能也可以更多的去体会，就是父母亲养育他们可能也只是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个感恩跟感谢跟尊荣。所以我一旦碰到有一些家里像这种，我常常我们在职场带了一些年轻人，然后年轻人有时候哇哭哭啼啼跑来找我说怎么办，他的爸爸妈妈都不 understand 他们，好，然后就是有时候中间有很大的沟通上的困难。我有时候也是就是鼓励说，哎，哪一方面你如果是先信主的，哪一方面也更有恩典的，哪一方面你就先下来吧。如果你是家里是先信主的是孩子，我说那你可能真的就要更多的去感谢感恩你的爸爸妈妈，先从这方面去做做看吧。也许爸爸妈妈会因为你的感恩感谢更能够下得来也听得懂，不会一下子纠结了，就全部都就像那个老先生一样，哇，就失掉控制，失掉一切的想法了。反而造成很大的分裂。我们回到刚刚你讲那个伯伯的故事嘛，因为其实你讲到说他跟他儿子那个 episode， 就是他拿菜刀想要杀下去，因为儿子不尊重他嘛，然后一直到后来他儿子愿意跪下来，这个中间有没有过程呢？因为你马上就跳过去了嘛，但是我更好奇的是那中间的过程，因为你认识伯伯的时候是在这个中间嘛。我可以 fill in 一下了。那个因为有一次他来我们家聚会嘛，然后在我送他回去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候，他突然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我最恨的是谁吗？这样我说不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你有被抓到那个劳改，他被抓到去劳改然后我说你大概就是最恨大概就是这个共产党或什么的这些害你的人嘛他说不是，我最恨的是我儿子。这样我就吓一跳，因为我在开车嘛，我就跟他说怎么会，然后他就讲了刚刚张伟讲的这个，他怎么可以这么忘恩负义对我的太太这样的忤逆这样这儿子白养了怎么样的。那时候我在车上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要为这个好好祷告因为你的孩子到现在也还没有信主他们全家先生太太孩子都还没有信主，那你是基督徒嘛，你已经是信主了那这个老先生是在他太太过世的那天突然信主了，他太太是基督徒，他突然他想要说他太太走了，他知道他太太说是信耶稣了上天堂了，他自己还没信，他很害怕他说我也要跟我太太去同样的地方所以他就信了主。他本来一直都不愿意信主，他是这样信主的。那个时间差是太有意思了，刚刚好，然后人家就来传福音。对，因为这个讲起来就是说有人去探望他太太，因为他太太得癌症嘛最后的时候，结果他们探望的人电铃按了，然后他们进来，结果突然那个进来的人就说我看见天堂门打开了，这样我看见天堂看到异象，天堂门打开了，然后就在那一刻他的太太断气了在家里断气了，蛮特别的然后他们就说看到有天使来接他太太上天堂，然后在那一刻这个老先生就说我也要不过重点回到刚刚那我在车上就跟他讲说这个伯伯你已经信主了，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他们会这样忤逆你，也是他们不认识神你要为这个祷告。然后
结果真的呢，后来这个老先生回去之后就一直在为说怎么跟孩子关系和好祷告。然后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说神就 remind 他在他们家里的这个交往过程啊，常常有时候是他从前门进来，儿子就从后门就出去，就是儿子永远都不愿意跟这个爸爸面对面，不愿意，关系一直都不好。对，关系一直不好。然后就是这个老先生也觉得家里面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我是爸爸，我永远就是爸爸，你听话当然是应该的，这个是老祖先就是这样的啊，你要敬重我，但是这个敬重已经变成一种害怕了没有办法面对面了。然后我觉得是圣灵就光照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跟你的孩子关系永远都是这样的一种无法面对的关系。他就真的为这个祷告了1-2个月。后来有一天他去看他的孩子，因为他自己住在老人院就是老人公寓，那他可以常常回家。那有一次他就回去看他的那个儿子跟这个孙女儿，然后那天那个下雨那儿子就陪他出来去坐公车。他终于鼓起勇气，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当公车要来的时候呢，他突然对他儿子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这样。然后儿子吓一跳，因为他爸爸从来一辈子没有对他讲过这样的对不起的话，从来没有。突然爸爸对儿子说爸爸对不起你，这样。然后儿子然后因为下雨，然后车子又来了，儿子就没有这样，然后就送爸爸上车。然后后来几天之后就是过新年，然后这个儿子就带着孙女儿，然后就是说，然后爸爸跟孙女儿说说给爷爷叩头，给爷爷祝寿过年那孙女儿就跪下来就给爷爷就说过年嘛爷爷新年快乐怎么样。就在那个同时，突然儿子就跪下来，就对爷爷说：“爸爸，我也对不起你。”然后这个爸爸就也吓一跳，因为这个儿子从来也没有对爸爸有这样子的态度。然后他们就抱在一起就哭，然后就彼此完全的饶恕。然后后来这个儿子也信主他们全家都信了主，然后神的祝福在他们家不得了，不得了。后来这个2个孩子都成绩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重点不是成绩优秀，而是说他们全家3代都真正的和好。这就是马来基书，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见证太美了。然后这个爷爷后来就是真的整个生命就改变，然后他一直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为他的全家祷告，真的全家就信主。然后这个爷爷为这个儿子，后来儿子生病，一祷告儿子也病都好了，真的找到最好的医生，然后病很奇妙很奇迹的转变。我觉得都在乎这个父亲的心真的就变了，真的变，他的祷告成为一个极大的能力跟遮盖来祝福他们全家。但我真的很开心爸爸补充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听到一些这种故事，我们就会觉得说，对我的孩子就是应该对我磕头，或者应该就是要怎么样表现。虽然父母亲可能你对于这样子表现你会觉得很感动，但那都还是只是表面上。我觉得爸爸这个整个故事是必须要听从头到尾，因为重点其实是这个父亲他认识了神的爱和恩典，然后他既然真的就是先道歉，就像爸爸也是我们恐怖分子见证嘛，爸爸做了这个梦，他也愿意跟我道歉，然后所以我现在才有开始写作写歌创作跟弹琴。就很多父母亲就会觉得说，对你看我的孩子以后应该也要跟我一起服侍，我的孩子应该也要怎么就是但是很多东西都是有一个前提，是有一个 就是 premise， 这个 premise 那你自己愿不愿意就是先跟神和好，然后再跟你的下一代和好，转向你儿女，那儿女的心才会转向嘛。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耶稣讲的那个故事嘛，当那个小儿子离家，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会祷告，上帝啊，你把他带回来啊，上帝啊，让他信耶稣啊，让他怎么样啊，这样。可是我们很少为自己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他真的回来那天，我会说什么话？我会把他骂一顿，还是我真的能够不说？这个时候我若能够闭口不言，那就是我的智慧。我能不能够上帝你真的改变我的 heart， 改变我的心？我是因为这个孩子回来欢喜快乐，还是因为说我要告诉他我是对的，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落魄，你会这么失败呀？我能不能够闭口不言？这个祷告，我到底是祷告，我们当然都希望他回来回转，可是回来你知道吗？我只要我的态度，我的言语眼光只要有一点轻视，这孩子可能真的就再也不回来。 Yeah， 这就是 opportunity。其实像上一集我们有聊到，你说 Vincent 会忘记他的功课嘛，然后你就想到this is opportunity to learn， 让孩子学这个功课。但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其实当孩子失败的时候，这也是父母亲的 opportunity to show grace。 恩典，真的。因为在这种 moment， 你一旦你表现出来的是恩典，这个可能真的是孩子会记得的一辈子。但是其实相反也是一样，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论断跟就是拒绝孩子或者歧视，孩子也是会记得一辈子。反正这个 moment 都是很重要，孩子会 always remember 你怎么反应，然后他就会变成他的一个 precedent， 以后他到底要不要再去找你，他都会记得。Yeah， 所以像刚刚 Melody 一开始讲，就是怎么跟成人的孩子相处哈。我觉得其实我们家去年吧哈开始，我就常常讲说，我们要学习在各样上面给出恩典，尤其是我们爸爸妈妈犯错，或者是孩子犯错，或者任何人犯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就是 I told you so， 我刚刚就先骂一顿，还是说我们可以就是马上有一个对的反应因为犯错了已经就很难过了嘛。那父母也很需要恩典，从儿女身上要得到恩典，都是双方的。阿们。对对了，所以我也在学习，就是因为父母亲，我也看到爸爸妈妈有在学习。其实这真的很难的，大家我觉得I think everyone knows how lucky I am， 因为我的父母亲虽然在这年龄还是愿意改变，还是愿意学习，这个对我才是最宝贵的一个榜样 right？ 所以我看到其实人是可以改变的， That's so precious。 那我就更也会对自己有这样子的要求啦，也是说这样子的盼望，说 OK 我也是可以改变的。有时候我们对自己也是会有很多的就是这样，或者一些 fixed mindset， 或者我的个性，我们做什么9型人格或怎么样，我就是这个，然后我永远没办法改变。但其实这也是蛮hopeless 的一个看法。其实我相信神对我们是积极盼望，所以对于我们的缺点或者我们缺乏的，在个性上品格上，我觉得也都还是可以保持一个盼望的心态。我常常也跟爸爸讲了，我觉得我们也很 lucky 因为有一个成人的孩子在家里面，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我真的常常是这样觉得。所以刚刚妹妹讲的是讲到包容，我觉得在爱篇里面第一个讲的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觉得他真的还是有一个顺序在那个地方。你说他最后一句的第一个对最后一那个爱篇的最后一句爱是永不止息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先讲到包容我觉得我们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的就要学习怎么样的不被冒犯，怎么样可以先彼此包容。那我觉得也因为跟 Melody 的相处我也越发的觉得作为一个属灵父母亲的重要。
我还是要讲哈，因为我不是那么多家庭都有这个成人的孩子在家庭里面啊。如果有，你真的要好好珍惜，把握那个机会，你可以真的双方两代都可以学到很好的功课。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然后也不要觉得抱怨。我觉得这是真的最好学习的机会。还有就是属灵父母亲。你因为有这样的学习，我现在在看待我有一些属灵的孩子，我比较有个底，比较有个本，到底知道怎么去带这些人，然后是不同年龄层的，那是怎么去相处？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Yeah, because I think 这才是最实际的嘛。其实有时候我看一些牧师，就是如果你自己的孩子的关系都不搞好，你可以期待你跟你会友的关系，属灵孩子的关系可以搞得很好，或者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属灵父母亲吗？如果你天然的孩子都不会这样认为你是个好父母亲。 So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就是对于牧师们或者教师任何的师，就是你自己的孩子跟你的关系，我觉得还是真的是 priority， 是优先，因为这是最实际的嘛。那我也其实也还是有想要回到最早妈妈说，你学习再放下你对孩子的态度的期待。我知道这是我跟我妈妈最大的一个磨合就是因为妈妈很重视态度。其实不是只是妈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视态度，因为态度就是大家感觉嘛，就是有时候不是你讲话的内容，是你讲话的方式。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或者 I don't know 爸爸 like 我们这种比较是事情导向的，我们不是那么敏感对于我们讲话的方式，但这常常啦，特别是我们那时候一起在教会全职的时候，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冲突。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讲话的内容？但是妈妈都不会针对我讲的内容，她都会针对我讲话的态度。她说不管你讲的内容，你讲话的方式不好，然后她就一直针对这个。然后我就觉得说，但是你有没有听到我讲的话？And I think it's very hard。 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这个东西开始改变，开始进步，也是我们就是彼此学习。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你只在乎我讲话的态度 right？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也会感觉到你没有真的听到我在讲的话。 All you care about is the frivolous, superfluous， 对只是一个态度，只是你的感觉。但是 I'm trying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甚至我可能想要跟你讲的是 I'm very hurt， 或者 I'm feeling this way， I'm saying all of these things, I want you to hear me。 但是你没有在听，因为你只在乎你有没有被尊重的感觉。那我想说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这个感觉，因为我已经感觉你没有overwhelmed。 Yeah, like I feel overwhelmed too。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两代就是会有这样的冲突，就是父母亲会觉得你没有在尊重我，但是孩子也会觉得说你也没有在尊重我，你没有在听， You're not listening to what I'm saying. Are you hearing what I'm saying? So it's very hard, I know. 但是 of course it's mutual， 我也是在学习就是讲话的方式。 And also sometimes I think practically speaking， 就是 for me 啦，就是我情绪有时候真的确会比较 extreme。 So I've learned， 就是当我真的就是情绪 at a certain level， I probably just need to go out for a walk， right？ 有几次我就是真的就是需要出去走一走，走了1个小时再回来， I'm like okay, I have my head on straight now。然后我也可以知道其实我是在哪里也有犯错，我在哪里有一些责任，也许我可以先道歉，我就比较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 at the same time 就是沟通真的是还是很重要，特别是在两代中间，因为我们很多想法真的就是不一样，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很多的看法跟角度就是不一样。有时候这是需要说出来，要讲，要听得到，要接受到。那这个听其实就很不容易，听也是一种操练，因为有时候我们 we only hear what we want to hear， 所以有时候孩子在讲什么话，或者父母亲在讲什么话，孩子或父母亲也很容易就会自己编出来一段，你的意思是这个，或者你怎么会讲？那父母亲就想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啊，或者孩子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啊。
所以其实听也是一种艺术，对，也很难。倾听就是爱。对 Yeah. 所以其实刚刚 Melody 讲的是很重要，我常常也是跟爸爸在讲，就是我们要越过孩子在情绪中的一些表达，你要听得懂到底他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这几年因为 Melody 在家，我比较开始学习去越过这个情绪，而去看到他真正在说什么。以前的话就还是在害怕，在受伤，在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那种情绪的里面。对，所以我很感谢，我觉得我有成长，在这个情绪的控制跟理解力上面，我觉得有成长呀，所以这是很大的 benefit。是真的很难啦，很不容易，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讲到说你要去抱一个刺猬，right？ I think 也许有时候真的就是因为，特别是当孩子如果好几年可能啦，感觉到有一个被压抑，突然间这些东西要出来的时候，it can be a little overwhelming for both parties. I am overwhelmed too. So 我可以理解，应该是蛮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这个第一个关，然后 see deeper， 其实有时候那个 anger， 那个一些激烈情绪，它只是在掩盖一个更深的羞耻感，对，或者一个忧伤。那我们能不能够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上帝的怜悯跟无条件的爱，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操练啦，不容易。所以可能讲回来，就是现在孩子已经大了啦，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去面对。但是真的也是可以趁着孩子还小，就教他怎么去好好的去沟通、处理情绪，这很重要。所以他不会到最后就一直压制，然后真的要蹦出来就是蹦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中国家庭常常不注意情绪的处理。所以我们上一集我们会讲，我会忽然想到说，我其实我育儿的心得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很快乐，因为这个孩子在这个情绪的挣扎的当中，其实真的好痛苦啊，那爸爸妈妈也痛苦，孩子也痛苦，那怎么教导这个情绪的一个处理，大家都能够在好的正向的情绪的里面，这个我觉得真的还蛮重要的。Yeah.So it's a big topic， 那我们之后也可以继续再聊，但谢谢爸爸妈妈跟我们分享，然后今天也讲到这个伯伯的故事，我觉得也是很经典。忽然想到就好感恩呢。Yeah， 我觉得实际的故事、真人的见证是最可以 inspire us。Yeah， 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一集有帮助到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关于养育孩子啊，或者两代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留言。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